水力发电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分成2大类嘛，一种是什么？一种就是惯用的水力发电，就是抽蓄水力发电嘛。台湾有2座水力发电厂，对，明潭抽蓄水力发电厂嘛，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你就直接就把它给弄过来，然后经过水涡轮机就转动，这最简单的。所以水力发电是历史很悠久的。那一种抽蓄水力发电的话是怎么样？是说你如果是那个这时候用电太多的话，把它抽上去，等到尖峰时间再把它弄下来了。所以日月潭那个就是明潭，就是明潭叫明潭抽蓄水力发电厂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讲说有一个什么灌肠水力发电，还有抽蓄水力发电。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大的国家哈，中国、美国、巴西，他们基本上都一定是在这种水力发电上面做一个非常多的那个研究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基本上一种是什么样？这种是传统型的，就是你建个水库啊，建个水库然后就发电。这个是说川流型的，直接就是怎么样，在那个什么在流经过的水里面，你不把它主流，直接在上面就弄个那个涡轮机然后发电这样子。啊，这个是抽蓄型的，基本上就是你把就是一种储能装置这样子。水力能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其实就是也没有太多也没有什么东西太多东西可以讲，就是它的原理就很简单，就是怎么样，就是位能嘛。对不对？我们就知道，就把位能变成动能，那动能再把它变成机械能，动能再把它变成那个电能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然后 GH 大家都会，这个我就不用讲了。然后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什么转换率很高啊，因为基本上机械能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反正最难用就是热啦，因为热的话是怎么样？太不规则了。我们热力学，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开宗明就讲说，任何东西整齐划一的话，就比较有效率嘛。所以能量也是一样嘛，热能就是因为怎么样，它太不整齐划一了嘛。因为只要有热能，它的运动是四面八方，所以说就变成非常难用就对了。OK， 好。其实台湾水力能应该大概就你有文明开始，台湾就大概有水力能，只是我们这边讲的水力能讲电能嘛哈，很早就有了，不是现在不是什么那个什么八田雨衣嘛，是不是？就是嘉南大圳那个，当然是嘉南大圳嘛。但一般来讲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有水库的话，就会有发电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这个数字大概不会太变的啦，3点多4，这个基本上大概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再变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总共的发电量哈，大概是这个。当然装置容量大一点，但是因为水力能也是算是如果有的话，大部分都会火力全开，大概它的装置容量大概跟发电量差不多，不过就是有季节性啊，这个时候可能水力能就很大，但是可能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不行这样子。OK， 好，这个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说基本上大概大大小小都台电都大概已经这种是长期来就要做的一些调查，大家都调查过了，大家都是这样子了哈，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水力能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是有没有主要的河川，但是现在比较可能比较可能的比较重要的河川是这些哈，看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大家都看一下了哈。OK， 好。然后我们讲说这个技术指标大概都已经历史很悠久，大概没什么问题了啦哈。OK， 好。所以反正呢讲这么多就是怎么样，这个障碍啊，台湾的河川都是怎么样短处，然后那个流域面积小，所以基本上你大概不太可能新建大型的水库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他说只有什么发电容量只有23.8而已，基本上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主要障碍大概位于崇山峻岭，然后环保意识高涨，所以一个很通常就是再生能源通常跟我们的什么样生活环境是成对比的。生活环境那个发达地方再生能源就很差，生活环境比较差的地方再生能源就比较好一点，这样。所以这个是要101已经建制的那个什么装置容量，你看才是2080千瓦而已，大概是不到2个合适全国的水利那个它的什么样，它的装置容量哈，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发电量可能更低一点，因为有些季节性的调整哈。海洋能是听起来好像对台湾最有吸引力的，对不对？因为台湾四边都是环海，所以看起来是最有吸引力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海洋能可以分成几大类了哈。温差发电基本上还是热，潮汐发电、洋流发电跟波浪发电是属于什么样？属于那个什么用机械能、用动能来变成那个电能的。
新能源是上次我们讲过，就是说海洋里面有，当初我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些可燃冰，它是一些海洋里面的一些新的矿物啊，它也是属于化石燃料。所以这个是之前我们讲的什么样？讲的那个可燃冰啊，就是那个 hydrate 哈，就是那个东西啊。这个是温差发电，这三个哈，这三大类，这台湾都有人在都是有示范厂在做哈。第一个讲温差发电，反正呢有温度差，我就可以做热交换。就可以把热截取出来做什么？做发电。它的那个什么的问题只是在于说效率好不好，对不对？我们知道说能量那个什么温度越高的什么能量是越好的，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当然在这个地方你要在做，你如果是在这个低温的地方要做的话，你的压力要比较低，压力比较低才会怎么样？沸点比较低，所以说比较早得到什么样？蒸汽嘛。所以基本上。在这种东西，在这种低温的那个什么温差，利用低温的温差做发电的时候，你就是在一个什么压力比较低的那个什么的环境里面啊去做。一般而言，你如果温差大概超过20度的话，就可以用来做发电。这是全世界的哈，超过20度的哈，都是1000公尺以内的哈，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深比1000公尺浅的，你的太深的当然也不适合，就成本太高了。然后呢，越高的地方，红色的地方跟蓝色的地方跟什么跟白色的地方就可以了啦。所以台湾在哪边？台湾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会发现，等一下我们有张图啊，台湾那个比较明显，又是在怎么样？台东外海。所以反而现在今天看到的东西啊，都在台东外海就对了，又有洋流，又有温差，波浪又比较大，什么都是台东那个花东外海这样。所以这边可以看一下，说基本上你大概是可以那个温差发电，刚开始的时候，最早很早的时候，美国就做过了，在太平洋那边做。那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什么样？日本做的比较多一点啊。那温差发电曾经有段时间还蛮流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是配合什么深层的海洋水了嘛。以前不是有阵子那个女生不是要用什么保养品吗？什么深层海洋水不是比较保养吗？所以他们因为要必须把水底的那个什么样？比较低温的东西，那个低温的温度，然后那个低温的水弄上来之后，然后所以涉及到要抽取低温的海洋水。那时候我记得逢甲大学曾经有一个案子跟水利局啊，好像是水利局的样子，在做那个水资源局在做这个温差发电，他们的附加价值就是要做这种海洋保养的那种保养品。所以基本上就是讲说这个有封闭式跟开放式的。那封闭式跟开放式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水直接引过来之后，好，然后就跟我们有点像我们的什么那个什么 Rankine cycle 跟 Brayton cycle 那种感觉，你怎么样子把热交换好，然后吸取那个什么那个冷的海水温的海水上来啊，然后基本上在一个低压槽里面让它蒸发，那蒸发之后就推动涡轮机，那蒸发出的蒸汽的话，再利用深层的海洋水把它冷却，回到原来的样子。对不对？我们基本上我们整个 cycle 里面把它蒸发之后要冷凝嘛，所以基本上你就需要个低温装置把它冷凝嘛。那这个低层的海洋水就是吸上来，然后做冷凝装置。好，这个大概就是你如果看了一下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我们那个热力学里面学过的机构一模一样啊。唯一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温度差别比较低一点。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些你可以有一些附属设备，比如说把一些什么呀，把一些一些水把它净化干什么，可以怎么样子使用哈，所以这个是还蛮多的。所以你看，基本上那个1980年代着重到50到100的 megawatt， 这个已经是可以算社区型的发电装置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最近的话就是然后什么这不是在鹿儿岛吗？啊，那个日本在鹿儿岛，还有美国在那个夏威夷做，你看但是都是还不大，有没有170千瓦净发电量40千瓦，40千瓦，一只小型的风机，很小的风机就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海洋温差虽然说是一个选项，但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做一些很大规模的了哈。这个是讲说封闭型的，啊，封闭型就是基本上就是这里面啊，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我们表面的温度可能是25度 C， 对不对？然后你进来之后，然后在一个那个什么，在一个那个什么，把它气化之后，这个这样子过来
啊，然后在这边气化，然后推动那个真菌推动涡轮机过来，然后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是进来，这个是深层的海洋，然后深层的海洋的那个的冷水把它冷凝，然后这样子就是这边循环这样子，哦，这个是封闭型的，啊，这个是开放型的，直接吸进来之后，在里面把它蒸发之后就把它放掉了，就把它放走了，有没有？这个是表层的那个我们那个表层的高温水进来到一个蒸发槽，直接把它蒸发。蒸发之后的话，推动涡轮机啊，之后的话基本上就走的话，就把它给排走这样子，把它冷凝就把它排走这样子。OK， 我讲这个讲很快了，因为这东西原理都很清楚，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现阶段是发展的是什么程度。好，台湾的海洋分拆有没有？总装置容量可以到达52.5 GW， 看起来好像很惊人，对不对？啊，本来就是所有可以发电都算起来，但是很多地方实在是不符合实际的，还是算进来，就看起来好像52.5 GW， 这个真的是太那个，但是其实也不太行。不过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开这个蛮多的资本，这个不是温泉那个温泉也蛮多的嘛，哈，对，海洋温差，南澳。对，这个看一下台湾的那个海洋温差，但是台湾的海洋温差比较少人讲了，对不对？所以工研院做了一个温差实验室，多少？500瓦，97年做了一个5000瓦的，对不对？然后呢，现在那个什么预计的话，这个是以前做的，基本上现在好像也没听到有什么消息。以前那时候讲说应该在2009年就应该有了，但是好像没听到什么消息。所以基本上都是什么几十千瓦的，那个真的是不适用，而且它是在海洋平台上面，你还把电传回来，所以海洋温差看起来不是非常的那个，不是非常的有效率。